关于高科大在大南方 S 廊带的战略地位，我认为我们不只是参与者，也是这个产业动脉的心脏帮浦。高科大的5大校区正好镶嵌在高雄产业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我们扮演的角色是全维度的人才后勤总部。我们的建工第一还有楠梓校区，距离楠梓科学园区呢，那是半导体的一个封测重镇，与桥头科学园区，这是未来的 AI 与电动车的基地，车程只有10到15分钟。这种地理的位置我们不只是提供了劳动力，而是输出了及时的问题解决的人才。在也许比较久以前，会觉得说，技职的学生是在做黑手，只会动手做。事实上，其实技职一开始定义是手脑合并。那技职的学生应该是比较，我们训练的是希望训练比较务实的科学家。不是说他会动手做就不懂科学，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高科大的学生，尤其是电子小的电子学院的学生，可以是实务能力是很强。AI 应用是金矿，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挖金矿的碳。透过与企业共同建立的产业学院，我们将企业内部的机台产业的训练中已经完成了那个企业文化与技术规格的双重预热。硬体的话，主要就是会讲封测的建工封测跟软体设备。对，软体的话就有2部分，一个就是课程的开售，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机台或者说实际上这些设备的一些资讯。系上很多老师其实都有业界来的经验，我就认为说培养的学生是要让能够具有即战力，不希望说学了太多的理论，结果到公司不会。所以当时教育部要我们去做一个类似IC 相关半导体相关的这个基地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聚焦在可以把老师的专长，然后老师的在业界经验统合在一起的半导体制程设备的一个培训中心。同时，我们在112年就有跟联电有做一些合作。那这个合作的来源是因为，联电来我这边招募的时候，他就发现到我们的设备其实跟业界所要教的其实是有点接近。设备学院就是说，他们把新进的员工都会在设备学院学了将近1-2个月之后，才会放到产线，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规划说，怎样把他们里面的这些课程，跟我们做搭配。学校建立这个由教育部补助这个半导体封测类产线，第一步就是我们有一个无尘室。那无尘室的话呢，学生进来之后呢，就不会对无尘室产生惧怕。那第二，这个类产线所建立的设备，都是符合业界所要的一些规格，这样使得他进去业界的时候呢，比那些没有进入业产线场域摸的人呢，更容易进入这个他们的融入他们的整个 team 里面的运作。初学者进来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做无尘室的安全宣导。好，那第二部分真正进入教学的时候呢，一开始一定是在旁边看，由助教去教他，由老师去讲解。在封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连晶设备跟打线设备，还有观察设备 S1的设备。这些才是重要的他们所说的半导体的设备学院，就是他们自己的新进员工，我们更多的真空系统，还有半导体制程设备，他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对学生的就业有很大帮助。联电也愿意说，他们接下来跟我们的课程，几乎每一学期，他们都会派他们的工程师，几乎2个礼拜1次来这边帮我们上实物的课程。像这间教室其实就是以联电的设备学院，他们的环境包含他们的设备等同这样去打造的，要求学生就业比较大。为什么？夜市他们大概8点半就在里面。我希望利用10分钟，有时候你们上礼拜上什么内容，可以跟夜市交流。那第二个是维持那个很准时的这种态度。那进来我就要求他们收手机，这在业界都要求。基本上那个联电的夜市的部分都会教一些工具的维修。那
对工具维修，还有一些他们厂房里面一些先进的，他会教导很多同学在基本的维修的一些工具要怎么操作，怎么量测，怎么检修，那怎么判断，那大型的设备的部分的话，他们就以捐赠设备给我们方式是 demo， 联电也很慷慨，就捐他们业界虽然是淘汰的，但是在教学用是很好的设备，告诉学生这个就是爱斯摩的尽头。像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封装设计课程哦，它是不断的 update 在那个业界的一些资讯，从原本的一开始封装，从 2.5 的封装邦德到现在一定要 upgrade 嘛，就 Hybrid 邦德的封装，那本身也有在业界一些演讲课程啊，所以都会一直 upgrade 这些制程，让学生一直收到新的知识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拿最先进的那些研讨会的文章去看，说人家现在目前是做到哪边。我们去看 table 的时候，都会比业界领先一两个阶段，到1-2年哦。因为业界用的就比较慢，老师另外一个责任就是研究。厂商进来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因为直接跟厂商学习，这是直接跟厂商学习，厂商已经比你厉害，比我们助教练共价的关系啊。第一个，厂商有他自己的开发，那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开发，那会互相讨论啊，在不泄露任何机密之下，我们会讨论一下说现在大概是在哪边，厂商需要做一些先期的开发、原型开发，所以我们会收到第一手的资料。现在学生因为有经过了我们这个场域啊，其实坦白说都有优势啊。高科大最重要就是人才又多，所以都是选择，就变成选择权很多。我都跟我学生讲，我们全部都去进入那个设备里面，然后我们的群组就会变大。以后我们只要是这个领域，就是高科大。目前我们看到学生在实习的人数来说，我们3个班级学生毕业大概是120-130位，大概都会有30-40位直接做到业界去实习。那尤其在联电会更多，联电的实习是全国的实习都有，他们去比每一次学年或是学期的，大概加起来都会有20几位。然后他们都很希望说学生实习完之后表现好，然后他直接请他转成正职的。那转正的时候，实习这1年的年资也算。111年、112年，连续2年，我们都有学生去实习。像我的话呢，设备坏掉都不会去叫厂商来，我第一时间就会叫自己学生去维修看看。这也是教育哦，这很重要哦。然后这测看看，然后最基础的，像有些学生像是那个水管啦，水管我就跟学生讲，你看你装完了水管，你以为这样锁一锁就 OK 了吗？结果它漏水了呢，怎么办？那学生组装完之后呢，有一次回来就跟我讲，老师你教的真的好好用哦。去业界真的就是做这件事，我回来就跟我说，老师你要多教这种知识，因为去那边真的就直接用了。他也不会陌生，因为怕的就是陌生，拿了他就很习惯在实验室了嘛，很习惯拿起来就开始修了。其实工程师本来就是应该是找问题解决。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对。那我们现在的设计的问题都是属于很 regular， 就是很一般的会遇到的问题。但是我们设计这些问题都跟业师讨论过，这个是最基本，他一定要会解决。基础问题先了解跟解决。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设计，就是在真空系统里面，因为刚才你有看到机器在抽真空，从一大气压慢慢抽下去。机器正常是刚才的这样一直抽，但是我们会发现，联电有跟我们讲说，他们经常发现，新进的工程师看到冲不下去，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我们在真空的课程里面就会设计一个漏气的地方。那学生就要学习说，我都组装好了，为什么冲不下去？学生懂得用测漏去测哪个点可能有漏，那怎么样找到那个漏点，我们就用氦气测漏。所以也要学习机器怎么氦气测漏怎么操作，操作完之后怎么去哪个点测出来之后，怎么样把它排除，怎么样重新维修，然后怎么把它装好。所以说，其实我们培养了这些基本会了之后，到了业界，他其实初阶的能力他都有办法应付这些状况。学生的心态其实都是往最高的那个职位去想，这其实学生这边是错误的，半导体的认知是错误的，半导体的设备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会因为你的世代的不同，一直演进上去。有设备基础，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环扣一环有摸过这些设备你了解了这些设备，你在研发上就会进步，因为你知道这些设备的一些功能到哪里。
你有用过了，它的功能到哪边？其实你做设备也在研发啊，你怎么去克服这个制程的困难？就是这种研发，研发无所不在啊，只要他肯做。都可以。现在在学校容许你失败，容许你错误，业界是不容许的。如果你去业界，你就要仔细了，不容许你错误那么多次。我觉得英文很重要。我们现在杨主任也在积极跟外语学院那边在配合，希望外语学院的学生跟我们的系上学生可以互相擦出一些火花，比如说他可以指导我们的科技英文啊，那外语系他可以学习到半导体的设备知识啊。对于两边都有好处。那肯负责，然后肯做事，然后肯用功了，这些都是最基本条件。半导体就是与时俱进的科技，你与时俱进以外，你基础能力还要很扎实，就像刚刚讲的少林寺一样，你要少林寺的武功，才有办法下山去跟人家 PK。而且你的对手不是国内，都是国际的。以后如果也想要走半导体，我想说不如先提早来半导体布局这样，因为也是学校高三专题的缘故，那有做，应该说我自己本身是常接触到无人机，比如说 PLC 程式控制。因为刚好对于电子相关的很有兴趣，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东西去很教物质。追溯到我国2还是国3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当时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有上到电路相关的单元，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单元跟其他单元相比起来，好像我比较好理解，而且也让我觉得比较不会有排斥。对，然后就我后来就是想了一下，也觉得说这个电子工程系的对未来出路，我觉得也不错。就是我觉得整个学校的环境加上附近周遭的资源这些等等的，我觉得生活起来也是很便利。然后课程上的内容也都是很充实，老师也是很专业的那种。我目前的话是比较着重在做半导体制程这一块，对，就是会对材料上会比较有研究这样。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是真的有比较多是在做半导体制程这一块的老师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比较贵重的机台，我觉得这个是在实验的方法上能够让我们有更加的多元。对，那像是我们后面的话，就是会有增镀机跟渐镀机，我们就是又比别人多了一些薄膜制程，就是去检查那个设备上各个位置上是不是可能哪边有问题，是不是会有漏气，或者是查水路说哪边可能会漏水之类的，一直反反复复的在做检查，也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个最基本的事情如果我们没办法处理的话，会整个影响到我们后面实验上的进度，实际接触过后会让自己的印象会更加深刻。其实我也是做数位 IC 相关的。数外对，然后这是我上过那个老师的课之后，发现哇，我可以学到更深这样一点的东西。对，像是他会从系统架构慢慢逐步的往上建构，然后他就会教导你说，我们就是要用一些简单的逻辑去堆叠，这样子慢慢堆叠上去。我们不需要就是当一个码农一样，只是平时面像死读书这样子去把它打出来。有一个叫做车照电视系统，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说你需要带领一个团队去把它做出来。但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我要怎么去面对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学到最好的内容，就是将问题去做分析，然后去做拆解，然后再去做解决。机台才新进嘛，那会遇到你说 bug 或异常，那我自己觉得在这个基地做实验，你反而跟机台是有更近的距离。那比如说像刚刚讲机台异常，那你要负责做厂商连接，对，我们要自己去解决或自己去做测试啊，反正就是不停的跟老师跟学长们做对接。第一个逻辑思考，然后再来就是你在问题点很多的时候，就是你会很清晰的去说你下一步要干嘛，就是你不会乱掉。不要怕事啊，就是不要怕麻烦，你就继续练吧，就是继续 hold 住。我觉得这是个在不断尝试与错误中慢慢成长的旅程。我们系做的领域是很广泛的，像是有 IC 设计、半导体制程，然后通讯，甚至是生医电子或者是软硬体等等都会有。那我觉得就是不要被别人局限住。学习并非一触可及，然后必须问大问大。我们其实会很需要说知道它底层的逻辑，我们才能
去应对说我们下一步会要所望，会花更多时间去填这个空。我觉得电子系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以学习到电子多元领域的地方。然后在我学习的这6年当中，其实当我遇到问题，其实每一位教授都很认真去解答你的问题。分享3个核心心态，第一个是具备跨越边界的学习勇气。那第二个心态呢，则是守住弄脏手的职人灵魂。那我常跟学生说，工程师的价值不在于写出完美的程式码，而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一个痛点。第3是将大南方视为你全球的起点。那高雄已经从工业城市转化为全球科技重镇。那在高科大，校园就是孵化器，工厂就是大讲堂。真正的专业是不怕弄脏手的实作中磨练出来的，而真正的成就是看见你的技术实实在在的改变了世界。